如果说《绝地潜兵2》是继承了《星河战队》的精神内核，依托于现代技术引擎、战斗效果、FPS 的设计逻辑以及战略化升级体系，把这份精髓发扬光大了。那么这款新出的《星河战队》中间主要初衷则是想还原老版《星河战队》的宇宙观和世界观。《星河战队》这部1997年的科幻打虫子电影，当年人气特别高，但是后来也出了续集，但越做越拉垮，最后基本就不了了之了。可这部作品对20世纪末的观众来说，新鲜感直接拉满。既展现了现代科技战争的模样，又充满了对外星文明的畅想，还把人类的高科技武器和外星上面那些没有发展科技、仅凭自身肉体就能硬刚人类科技的远古虫族形成强烈反差。这种新旧对比，其实也藏着千禧年来人们对人类未来发展与外界文明接触的畅想。人类靠着科技一路狂奔，到底能不能跟另一条完全不走科技线、只靠生物进化的虫族并驾齐驱呢？也正因如此，在当年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，《星河战队》这部电影既有浮华的科幻感，又充斥着血腥暴力。看上去电影中的动作场面特别爽快，凭借这种独一份的气质圈了无数粉丝。即便后续的作品逐渐拉垮，也给观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也正因为这份情怀，《星河战队》中间冲潮的开发方看起来资金成本、开发实力肯定比不上《绝地潜兵2》，最近就定了一个方向，干脆还原第一部电影的场景和质感。所以游戏的画质风格确实是往老电影上靠的，这一点确实做到了。在战斗玩法上，它还融合了不少当下主流吃鸡游戏的特点，武器装备种类不算少，还能驾驶机甲作战，还能像 Apex 里面那样召唤弹药库、空投补给，也能像《绝地潜兵2》里一样呼唤远程火力打击，这些设计都看着挺眼熟。更特别的是，这款游戏还能让玩家扮演虫族，这一点完全超出了我最初的预想。其实我原本期待这款游戏能够贴合老电影的剧情调性，在严肃的外星虫族战争里加上点滑稽无厘头的反差感，就像电影里那种人类盲目乐观、疏忽大意的荒诞感。毕竟这也是目前流行的抽象文化风格，也能贴合电影中像拍大片的氛围。就算人物角色偶尔有些离谱操作，玩家也能当做反差梗接受。可是游戏压根没有往这方向发展。我一开始玩下来，觉得它就算没有走抽象的路线，它应该也会还原电影里面的经典剧情，像电影中一样展现人类各种高调宣言，哄骗士兵上战场，吹嘘虫族不堪一击，人类科技碾压一切。结果上了战场才发现，虫族远比想象中恐怖。人类只能靠牺牲奉献勉强打平手，从盲目自大到直面惨烈战争的心理转变，这才是星河战队的灵魂。但我玩下来完全没有这种感觉，游戏做的特别粗糙，全程就跟着女主做任务这个女主是很熟悉的。如果大家看过另一期游戏视频，是一款全网通关率极低的名叫《传世不朽》的游戏。同样的反派角色就是这个女主扮演的，然后在那些视频里还有那种需要打码才能发的。这个游戏是非常特别的，而且是能达到游戏艺术的级别。同样那款游戏比较可惜是在当年的 TA 上没有获奖，只入选了提名而已。在这款游戏，我们就其实扮演女主来进行做任务，在每个关卡中都有一些目标占领一些点位，一个一个的线性任务堆在一起，剧情代入感几乎弱到没有，玩起来就是千篇一律的罐头式流程。你的后期可能藏了点支线、隐藏武器，但整体体验还是推流水线的。游戏虽然能够调整难度，对抗虫潮的难度也能确实贴合电影里的凶险，它是纯单机游戏，体验感直接打折扣。你能带领小队作战，但队友 AI 智商低的离谱，玩家能够边打边移动，灵活切换目标，可 AI 队友根本做不到，只会死板作战。等切换到虫族视角更别去，明明能召唤小虫子帮忙战斗，可自己依旧孤零零的，人类火力集中一冲根本扛不住。在难度提升之后，当我们扮演虫子时，人类强的离谱，完全不像之前的猪队友。虫族玩起来让我感觉又弱又可怜，而且本作的武器设计也挺朴素的，说好听的是为了贴合电影的年代感，武器基本都是90年代初的风格，没有什么高性能的装备，打起来没有什么爽感。我原本对它的2大期待，要么做出像毁灭公爵那种强主角代入感，让玩家觉得自己就是战场核心，整个世界都围绕自己展开，有专属的人物故事和剧情；要么做成使命召唤式的剧情模式，关卡之间有战线动员、剧情衔接，就算是剧情和战斗偶尔有割裂，但是也有很强的代入感，玩家也能接受。但是可能因为开发成本和资金限制，本作既没有做到剧情和战斗的融合，也没有还原出电影的氛围感，全程就是单纯的打怪，既没有《绝地潜兵2》那种战斗体验，还不能联机，只能单机玩。说白了，这款游戏就是想蹭星河战队经典 IP 的热度，顺便收割一波绝地潜兵玩家的好感。可是游戏设计完全没有跟上，战斗就是流水线的战役，由于剧情最多穿插几段割裂感极强的战前采访短片，游戏内容的脱节很大，给玩家代入感很差。放在现在的游戏环境里，外星战场打虫族完全可以做到实时动画、剧情演示来增强代入感，可这些它完全都没有。要知道，玩家对于单机游戏的核心期待就是剧情扎实、代入感强，哪怕是为了还原当时的电影，可以做压低画质、走复古风的路线，剧情也得用心打磨。但是星河战队中间冲潮，偏偏做成了一款敷衍的罐头游戏，
关卡流程高度雷同，玩起来索然无味。我在游玩时抱着期待去玩的，结果新手教程一过，第一关我就差点玩不下去，全程都觉得很无聊。这两场除了语音通讯的角色有一点互动感以外，其他的 NPC 队友都像工具人，毫无真正气息。这个战场只有玩家像个有血有肉的角色，所以不管玩家玩人类还是虫族敌方的行为逻辑都特别呆板，自己的队友在 AI 世界上也是蠢的不行的，没有任何深度可言。要知道，在《星河战队》的老电影里面，虫族是有高智慧的，虫后甚至能够吸食人的脑髓获取他的记忆，这个设定在当年看特别恐怖，也让虫族不再是单纯的怪物。电影里面人类从高估自己，要被生物纯粹的战力碾压，再发现虫族有智慧，从而产生身体到心理的双重恐惧，这种剧情升华才是精髓。而且从当年的视角来看，电影特效特别新颖，有着 B 片独有的粗粝感，搭配高科技武器才成就了经典。可是这款游戏和电影的内核差距太大了，所以整体来讲，《星河战队：中原虫巢》游戏的音乐美术表现都很一般，剧情和战场设计更是落后。看似用简陋的质感还原老电影，却丢了电影里高科技武器的震撼、人类心中的壮烈，还有从高傲到震惊的剧情转折。连创新的能够扮演虫族的特色玩法，也因为 AI 拉胯、关卡设计敷衍变得毫无亮点。这个战队中间虫巢呢，真又是一款聊胜于无的作品。满分10分的话，我最多给它5.5分。我是真的很期待这款 IP 的新作的，实际玩完却特别失望。做这些视频也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最真实的体验。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的话，欢迎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